我坐过牢，我真的很后悔。我是小老婆生的儿子，那又怎么样？我是警察，但是我很怕死。男生们向前走，男生们不言笑。你嫌我不够温柔，又要我硬起拳头。什么叫做今生的后？埋怨我不说感受，却要我默默承受，练习着不让眼泪流。学会做你的 hero， 在你身后，管他坏人或怪兽，都不是我对手。不败的男生高爱飞手，做你温暖的港口。不败的男生心思白头，用生命坚持守候。不败的男生勇敢昂首，做你骄傲的理由。不败的男生奋力战斗，用生命克己所有。男生们向前走。妈，给我的。来，谢谢。你今天是怎么了？一直心神不宁、坐立不安的。没什么啊。你呢？感冒好一点了没有？有没有去看医生啊？吃药睡了一觉，现在好多了。你说，人可不可能瞬间移动的？有可能啊，都教授是这么说的。都教授是谁？你认识他？不认识。那你又知道他可以瞬间移动？韩剧是这么演的，都敏俊教授他是外星人，所以他可以瞬间移动。我不是说连续剧的剧情，我是说现实生活中像我们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瞬间移动呢？除非你是外星人，要不然怎么可能会瞬间移动？你是不是玩 game 玩傻了？我也觉得不可能。李二，你在想什么？想得那么入神？今天下午，大哥打电话来说，明天下午啊有股东大会，要谈爸遗产的事。是哦。那好，我明天陪你去。你也要去啊？当然啦，他老奸巨猾，我要去保护你。你别把大哥说的那么糟，其实他对我还不错的。什么还不错？你爸死了之后就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无情无义、没心没肺的人。就你那么傻，还把他当哥？其实大哥把分店关了也是逼不得已的，行情不好，我那家分店又不怎么赚钱。公司那么多分店，就你那间不赚钱吗？他分明是找机会把你甩掉。大哥不是这种人，你不要把他想得这么坏。你没听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吗？我不管啊，总之谈家产的时候我一定要在，要不然你什么都 OK， 被榨干了都不知道。但大哥没说让你一起去啊。他当然希望我不去了，那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呀，就是人太好，他才会欺负你，伤害到我们连房子都没了。抱歉，你们两位不能进去。为什么？我带我妈来见我老爸最后一面，为什么不能进去？这是 boss 的吩咐，我只是奉命行事。大姐，你让我跟伟豪进去见德哥最后一面，
好吗？大妈，你怎么可以这样？老爸过世，你也不通知我们。如果不是看新闻，我们都不知道。野种就是野种，一点教养都没有。这里是医院，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吠。躺在里面的是我爸。你少在我面前装孝顺，你只是个没名没分的野种。大姐，我求求你，我们只是进去跟德哥道个别。好啊，你有本事让他开口让你进去，我就让你进去了。大姐，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伟豪他始终是德哥的儿子，我们见德哥最后一面就会走。大姐，大姐，我求求你，大姐，大姐！喂，妈，你为什么打我爸？你这个贱女人，这一巴掌是你欠我的。妈，先进去吧。听。阿伟。先带你妈回去吧。爸生前是有说过，要把洋房过给我，可是因为时间配合不到，所以没去处理。谁也没想到他会突然猝死。我之前就说过要帮你们处理房子过敏的事，你却说不用。现在好了，搞到房子都没了。爸的死是意外，谁也没想到。你就是这样，不会未雨绸缪。叫你打官司，你又不肯。打什么官司啊？我只是个没名没分的私生子，打官司未必会赢的。再说，大家都是一家人，何必撕破脸，搞得这么难看？他什么时候把你当弟弟啊？有的话就不会对我们赶尽杀绝。其实大哥也有他的难处，公司不是他一个人的，他也要向股东们交代啊。再说，大妈，哎呀，你也知道大妈啦。大哥真的很为难啊。是啦是啦，你最伟大，你最善良，我们喝西北风就够了喽。其实我觉得老天爷给我们每一个挫败都是有原因的。是吗？什么原因？说说看。我觉得是想让我们成长。成长？有吗？我没有看到哎。爹，你不要这样子了。当初你还不是被我的善良吸引了，才肯嫁给我？是，善良是一种美德，可是过度的善良就是 stupid。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还要继续当你的烂好人，我什么都不管了。爹，你去哪里？去喝西北风喽。男生们向前走。男生们向前走。不要生气啦，爹。自从爸过世后，我就一直很感谢你。你没有在我落难的时候离开我，还一肩扛起了这个家的重担。如果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自己挨不挨得过去。你傻的，我又不是因为你爸有钱才嫁给你的。我知道啊，所以我这么感谢你，愿意嫁给我，还帮我生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
呀，我不需要一个很有钱的老公，可是我希望你做一个有责任感、能担当的爸爸。Chloe 是我们的女儿，我们有责任给她一个幸福的家。我有啊。你不觉得 Chloe 对你很没有礼貌，不给你面子吗？现在什么年代了？严父的形象已经不流行了。现在的亲子关系啊，就好像好朋友一样，玩在一起，谈天说地。我跟宝贝就是这样子。父母就是父母，你把孩子当朋友，只会纵容他们对你没大没小，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想太多了。你呀，明天忙完公司的事，就过来股东大会。过了明天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下一个。雪花和那个男人到底去了哪里？这么晚还没有回来啊？雪花，你干嘛那么迟才回来啊？你吃饱了吗？吃过了，今天的工作有点多。哦，那你需要帮忙吗？雪花，雪花。哈？我问你，你需要帮忙吗？对不起啊，我没听到。我在艾比那边看了2场的直播，有一些累。是吗？晚上看到你在楼下跟一个男的在一起啊。一定是你看错了。我下午出去之后就一直没有回来。你不相信的话，可以打电话问艾比。应该是我看错了。你也没有必要瞒着我嘛。我真的很累，先回房休息了。晚安。那个男的到底是谁？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你们一定会支持我的，对不对？不行，这件事情不能让郑玉知道，我不想他起疑。等时机成熟后，我会把一切真相告诉他的。好了，不说了。拜拜。走。早。对不起啊，雪花，我不是有心要偷听的。没事。我帮你准备了早餐，在厨房。谢谢。妈，有事找你。好。什么事啊？妈，可不可以借我500块？你要那么多钱干嘛？我想报读一些跟摄影有关的课程。我有没有听错啊？你要上课进修？你几时对念书有兴趣了？你不是不希望我整天无所事事吗？你每次都说我当完兵过后就没有找一份正经的工作。我之前在IDE是读 Digital 跟 Audio Media 的，所以我想往这方面发展。难得这么会想。我的儿子长大了。既然要学，就要好好的努力，将来就可以找到好的工作。谢谢妈，等我赚了钱马上还你。喂，玉阳500，还你。哎喂，你哪来那么多钱啊？不要管这么多啊，总之我们互不相欠啊。其实我不需要你那么急还我钱，我不需要你因为要还我钱去做坏事啊。哎，你妈知道会对你很失望的啊。不要拿妈压我啊！就算她失望，也不关你的事啊 ，OK？ 我不是要多管闲事，我只是担心你年少气盛，容易好勇斗狠，那一做错事留下案底，你这辈子就完啦。
你讲过了没有？好，那如果以后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随时开口，我一定会帮的哈。还真的有一件事情要你帮忙。啊，离我们远一点啊，越远越好啊。干嘛？做不到？做不到就不要讲大话了。你就这么讨厌我？不是讨厌，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讨厌的。你不要浪费时间了。不管你做什么，你是不可能当我们的爸爸的。我跟玉兴是不会接受你的，现在不会，以后不会，永远也不会啊。为什么？我哪里做的不好？你为什么一个机会都不肯给我？因为你窝囊啊，你胆小啊，你是一个考问，连我妈都保护不了，还想当我们爸爸？Lisa，我妈这一路走来很辛苦，我求求你，不要去骚扰她了 ，OK？ 其实我……我对你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啊！现在我还你钱了，互不相欠了，不要多管闲事啊 ！Thank you。妈，儿子，你是要去跟你大哥商量遗产的事吗？是啊，你也要去吗？哦，当然不是。你不用担心啦，灵芝会陪我去，有她在，我们不会吃亏的。妈不是怕吃亏，反而是希望你不要要求太多。这些年，我亏欠你大妈太多了，不想在遗产方面还跟他们争。妈，感情这种事没有对错的啦。我介入了人家的家庭，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德哥跟你大妈的感情本来是不错的，后来我进入了公司，当了德哥的秘书，没想到我们日久生情，是我对不起你大妈，还有你。是我害你没名没分，让你不能够站出来，光明正大的说你是徐家的儿子。啊，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啊。那你答应我，不要再跟他们争，可以让的我们就让给他，至少我心里会好过一点。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兄弟争财产这种丑闻发生在许家的。我走了。男士们向前走。妈，哎，今天这么迟才去公司啊？下午约了伟豪谈遗产的事。还记得我吩咐你的事吗？当然记得，1分钱都不能分给他们母子俩。这才是我的好儿子。你爸生前一直护着他们俩，妈这些年来受的委屈，你知道有多少吗？我知道，你放心吧，我们之前受的委屈，我一定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那个野种虽然不足为患，不过他那个老婆可不是省油的灯，没这么容易对付的。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妈，今晚订了你最爱吃的红烧乳鸽，我们好好的庆祝。妹，我今天拿 half day，有什么事你 call 我。好，我会跟其他的人说，谢谢。哎 ，boss， 灵芝，我正要找你，什么事啊？我要去旗舰店看看，你也一起吧。现在？怎么？你有事啊？哦，没什么事。好，我陪你去。OK，我在门口等你。好的。灵芝，你不是 half day 吗？
那你的假怎么办？没办法，工作比较重要，我打个电话。迪儿，我公司出了点事，我会迟点过去，你等我过来才开始。好吧，那我想办法跟大哥说一下。就这样。哎，大哥，这么早就到啊？大哥，可不可以把会议延迟2个小时啊？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啊？灵芝她公司临时有点事，赶不过来，我想等她。我明白，要是不等他，你也难做人。你也知道的。没问题，我叫秘书把会议延后2个小时。啊，谢谢大哥。搞定。哎，我们兄弟俩好久没有好好坐下来聊天了，去喝2杯吧。好啊。这是我们最新的设计，摆在入口处，那顾客进出的时候就容易看得到。觉得怎么样？货品摆设的不错。谢谢。叶经理，你能过来一下吗？什么事？有个顾客的皮包不小心被烧坏了，他要求免费维修，可是这不在我们保修的范畴内。好，我马上过去。老板，我去处理一下。小姐你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可以看一下你的包包吗？谢谢。不好意思，小姐，这不是厂商的问题，不在我们保修范围内。不过如果今天你在这里消费的话，我们就会免费帮你修复你的包包，你觉得怎么样？还要再买一个？今天我们店里有 sale， 你现在买的话会很划算的。如果你今天在这里消费的话，无论多少钱，我们都会免费帮你修复你的包包。好吧，我带你过来这里看，这些包包都是 on sale 的。如果你比较喜欢大型的皮包，这个皮包就很适合你。它有很多 compartment 可以放很多东西。自从爸过世后，我们都没机会像现在这样坐在一起喝酒了。谢谢。房子的事，我没想到妈会做得那么绝。我已经尽力帮你们争取了，可是他对你妈的恨意太深，我也无能为力。我明白的，大哥，我知道你很为难。谢谢你的谅解。说真的，从小到大，我挺羡慕你的。羡慕我什么？我读书不够你厉害，做生意不够你精明，从小到大什么都比你差。可是爸最疼的是你啊！啊，你别误会，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只是有一些感触。我当然明白这是上一代的恩怨，跟你没关系。其实我妈，她最难过的是见不到老爸最后一面。我也不知道我妈是怎么想的，毕竟是一家人嘛。我代我妈向你们道歉。大哥，谢谢你把我们当一家人。就算爸不在了，也改变不了我们是兄弟的事实啊。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妈妈生的，不过这些年来，我这个做哥哥对你怎么样，你应该很清楚吧？我知道，大哥，这么多年来你都没有排挤过我，把我当成亲弟弟。你能明白就好。喂，先生，你的车挡到我的车了，不好意思，我现在马上过来。麻烦你快一点，我赶时间。喂 ，Hello， 先生，你要我等到过年是吗？我没有时间等了。啊，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啊，小姐，对不起，对不起。Hello？ 哦，我知道，我知道，现在在忙，待会儿打给你好不好？好，相信我，相信我，我一定会把它搞定的。Hello？ 对不起，对不起，重要的电话。好，好，好。人都到齐了吗？已经齐了，会议可以开始了。大哥，可
可不可以再多等一会儿？林芝还没到。你们已经迟到2个小时了，还要我们等多久啊？就是啊，我已经将会议延迟2个小时了，你老婆还没到，我真的没办法了。再说，你今天不是跟我一个人开会，还有其他股东，我有时间等，不表示他们也有时间等啊。各位，为了让会议顺利进行，不被干扰，我建议大家都把手机关掉吧。不好意思啊，大家都在等你。各位，由于许立德先生生前没有立下遗嘱，根据法律条例，许立德先生所有的产业和现金都由他合法妻子蓝安妮女士以及儿子许英豪先生继承。其实今天的会议是想通知大家，我在公司的职衔将从助理副总裁正式升为总裁。哇，恭喜你！谢谢你们。恭喜大哥，大哥，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请求？可不可以安排我回来总公司上班？你之前负责的分店一直都在亏钱，要不是爸一直护着你，按照公司的规定，早就让你营救辞职了。知道。你既然知道，还好意思要求回来公司上班吗？真的抱歉，我们大家都看不到让你回来公司的理由。不管怎么样，我手上也有公司15%的股份，我也是个小股东啊。伟浩，就算我答应你回来，其他股东也未必同意。我反对。我们也反对。兄弟一场，我不会不帮你的。要不，我跟你做一个交易，怎么样？公司旗下还有一间科研分公司，是专门开发电脑游戏软件的，感觉挺适合你。是Dual House Studios 吗？嗯。爸生前也有说过，想让我去管理这家公司的。你要是有意思，我可以安排，不过有个条件。什么条件？用你手上的股份来交换。男士们向前走，男士们向前走。小姐，我来参加股东大会的。我需要你的身份证来登记。好，谢谢。我本来打算将这间分公司脱手，不过看在你是我弟弟的份上，就用你那一点点股份来换这家公司，你赚到了，怎么样？好啊，不过我想先跟林芝商量一下。不好意思，不能再等了，因为我已经约了其他有兴趣的投资商谈的约，你要是有意思就马上签合约，不然我只好让给别人了。好，我签。啊，小叶，别，老板有事叫我做，对不起。会议已经结束了。结束了？嗯。不是叫你等我的吗？股东们不肯等，我有什么办法？不过你不用担心，我没有吃亏哦。拿到什么？Dual House Studios， 这间烂公司你也要？什么烂公司？这是上市公司哎。他的财务状况出现了问题，已经闹到沸沸扬扬了。今天早上还被逼停牌了。停牌？不可能吧？大哥不可能骗我的。许英豪。嘿，李安，拜。你需要做到那么绝吗？连你弟弟都害。大哥，你刚才不是说这家公司很有经济效益，为什么被交易所停牌的？没错，只不过我少说了2个字。以前很赚钱，只可惜今非昔比。你不早说，你为什么要骗我？哎，我没骗你，是你自愿签的。其实现在不是很好，你可以寓工作于娱乐，一举两得。你这个卑鄙小人！
小心点言语。好了，我没时间陪你们聊，你们请吧。还是我叫保安请你们出去啊？15%的股份够我们买一间公寓了。你知道你做了些什么吗？我也不知道大哥会这样对我，他答应过要帮我的。他的话你也相信？之前我叫你把股份卖了去买公寓，你又不肯。现在好了，什么都没了。其实这股份我也不舍得卖的，这是爸留给我唯一的东西，如果卖了，就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不舍得卖股份，却舍得换那间烂公司。Dual House Studios 也是爸的啊，他之前有想过要我去那里工作的。平时我叫你多看财经新闻，你又说没有兴趣。那间烂公司你什么都不知道就签收过来。可我一直想搬公寓，现在我没有办法帮他实现愿望了，叫我怎么办？对不起啊，爹。算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走一步看一步了。走了。巧克力怎么会少2颗？我只给伟豪1颗啊。之后我就突然过敏发作，全身发痒。难道是不小心吃了巧克力？我泡了杯咖啡给你，你好吗？我要，你泡给我的，我一定喝到完哈。一心啊，我有事情要问你。一心，有人跟你说话，你至少要抬头看他一下吧。看了。你那天是不是把巧克力放进咖啡给我喝啊？真的是你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明明跟你说我对巧克力过敏的啊。我以为你开玩笑，就试试喽。谁会拿过敏来开玩笑？严重的话，我连命都没有的啊。有这么严重吗？你现在不是好好的，还有力气来说我？雨欣，你再这样叛逆下去，你迟早会出事的。是吗？那主角抢。原来那天过敏真的是巧克力惹的祸。那我看到奇怪画面和听到狗狗说话，也跟巧克力有关吗？宝贝，不出来吃晚餐了？他说他不饿，不吃了。他又在耍什么脾气啊？是我不好，我答应买他偶像的周边商品给他，却没买。越来越没大没小。我进去说说他。算了，小孩子一下子就没事了。我们先吃吧，待会他饿了，我再煮给他吃。他想饿肚子的话，就让他去，不要管他。其实这件事，你也不可以怪伟豪，是英豪他不念兄弟情。我儿子就是善良，才会被欺负的。妈的，我没有怪他，可是那些不是小钱，失去了你不心痛吗？我当然心痛，但是心痛也没用啊。可能这是注定的吧，或许是我欠大姐的。我真的吃不下，你们慢慢吃吧。没事的，只要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克服的。谢谢妈，吃饭吧。Chloe肯吃饭了。妈在哄他吃吧。如果你没有能力满足孩子，就不要乱答应他，让他失望。我也没想到那些周边产品会这么贵啊！
再说，我也不算食言，我是说买给他，没说现在买啊。是他自己误会了。换了是我，我也会生气。我本来以为回总公司上班后就能买给他，谁想到……爹，现在股份没了，那间烂公司不要也罢，你还是老老实实去找份工作，不要做那些不实际的梦。我的游戏真的只剩一点点就成功了。可是我们家的储蓄就快用完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工作，我现在压力很大，你知道吗？儿子，你跟邻居的谈话我都听到了。这些首饰呢，你先拿去当了，给宝贝买她要的什么偶像周边产品。不要啦！嘘，不要这么大声。妈，这是你的首饰，我怎么能够拿？你收回去吧。没关系的，那些有纪念价值的，我都已经收起来了。这些你就先拿去应急啊。都是我不好，不能够让你们过好日子，真没用。不怪你，你心里也不好受啊。钱方面我自己想办法，这些你收回去吧。你还有什么办法？来，拿着。大不了我出去找工作啊。这首饰你收着，就这样。男士们向前走。这批衣服设计新颖，应该会受到欢迎。希望。雪华，黄太太，进来。那天跟你买的衣服 size 不对，我来跟你换一下。可以啊。那天我买 M， 回去发现有点太小了 ，L size 比较合适。黄太太，这件衣服你洗过？不能换的。新的衣服就要拿回去洗，这是我向来的习惯。洗过的衣服就当做穿过了。我跟你买过那么多次衣服，你需要那么计较吗？对不起，这是原则问题。我不管，如果今天你不换给我的话，下次我不跟你买衣服了。真的对不起啊，不能换。好，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哇，你这个邻居挺不讲理的，还好你够凶。你以为单亲妈妈这么容易当？我也是被训练出来的，不强硬一点就会被他们欺负。谁不想当被呵护的女人？可是我没有选择。如果正义做事情能像你一样据理力争，不是那么怕事，你就不用这么烦恼了。玉阳和玉兴还没有办法接受他吗？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吧。身为你的朋友兼工作伙伴，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得到幸福。再说吧，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2个孩子。何爸，一直叹气也没用啊。其实你有什么好烦的？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房子又供完了，不像我什么都没有，我还要靠老婆赚钱养家。你哪里什么都没有啊？你有老妈，有老婆，还有女儿，我一个亲人都没有啊。现在连我喜欢的女人都可能会离开我。不是吧？最惨的是，他的新对象是刚刚坐了17年牢出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人。如果他找一个比我好的，那无话可说。可是他坐过牢，不懂他的底细，真的不放心把雪儿跟小孩交给他了。你不是警察吗？要调查一个人还不容易。警察也要奉公守法，不能滥用权力。要是能像那一天听得懂狗狗说话就好。不对，有读心术就更好。什么狗狗说话，什么读心术啊？对了，说到这个，我有事情要问你。你那天不是吃了我的巧克力？吃了过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血糖飙高，整个人晕沉沉的咯。不是这些正常的症状，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症状？
对了，那天我女儿去补习，她自己走开了，后来我就吃了巧克力，之后我就闪过了一个停车场的画面。我去找她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她从停车场楼上掉了下来。好，本来我跟她掉下来的地方有一段距离的，谁知道我突然瞬间移动，到了楼下把她给接住了。哦，但是到现在我还不能够确定是不是我自己的幻觉。你说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啊？真的不可思议哦。其实那一天我也不小心吃了巧克力，搞到整身过敏。我也跟你一样，我可以看到即将发生的事情，我看到玉阳跟人打架，我还听得懂狗狗的话。啊？我们是不是病得很严重啊？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幻觉？应该不可能吧？不可能，我们两个同时都有同样的幻觉啊！我们是吃巧克力，又不是嗑药。对呀。哎，你刚才问我是不是吃了巧克力之后，难道你怀疑这奇怪的现象跟巧克力有关？那一天我们遇到的怪事，都是吃了同一个巧克力。真的要再试一次啊？一定要试了才知道，那天发生的怪事是不是跟巧克力有关？来吧。我对巧克力过敏，会死人的。你吃啊？我血糖高，不能吃甜啊。那怎么办？开玩笑，什么巧克力有超能力？怎么可能？一定是我游戏玩多，产生了错觉。对，我应该是工作压力太大才会幻听。狗怎么可能会说话？你有没有听到猫说话？没有，没有啊，对吧？我们家有这么穷吗？为什么连一样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啊？娜娜，你吃饱了没有？哎，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厕所门是开着的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没理我。啊！你嫌我不够温柔，又要我引起拳头。你这是禽兽，敢做不敢当，靠二了！你们说够了没？真的没做过啊。叶经理的创意跟我们之前的比起来，似乎只是换汤不换药。我没有抄，你要知道，我最讨厌抄袭的行为。都跟你说了，做不到的事就不要答应他。你看，妈咪说的对 ，Daddy useless。我这些首饰值5000多块，你现在出了价钱500多还不到。我们知道这个月底就要搬了，那我们怎么办呢？走一步算一步吧。
小事而已。欺负老人家，现在要欺负小孩子，不要乱说啊！放手啊！你是这间公司的老板，当然是由你去见他了。这是公司的新老板徐伟豪，你们有什么事就找他。骗子！我要让家里3个女人过好日子，瞬间移动。我要我女儿把我当英雄崇拜。我也要让雪华2个孩子对我改观，觉得我是一个可靠的男人，接受我是他们的爸爸。男士们向前走。